说起先秦诸子百家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多是孔子、孟子或老子、庄子，但有一位大儒，思想深刻影响中国2000多年，却常处于配角位置，他就是荀子。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仅停留在课本劝学的亲，取之于蓝而亲于览，但他的智慧远不止于此，既接地气又富辩证思维，至今仍能给我们诸多启发。荀子生活在战乱频繁、思想碰撞的战国末期，出生于赵国的他自幼痴迷儒家学说，为求真理远赴齐国稷下学宫，当时的学术中心，他在此深耕多年，通读诸子百家著作，还多次担任学宫祭酒，相当于如今的学术带头人，足见其当时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。与主张性善论的孟子不同，荀子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性恶论，这在当时堪称离经叛道，遭到不少儒家学者质疑。但他并非抬杠，这一观点实则十分务实。这里的恶，并非指人生来就是坏人，而是说人天生有各种本能欲望，饿了要吃，冷了要穿，见好东西想占有，不顺心就发脾气。这些欲望若不加约束，人们便会为争利益相互争斗，社会秩序荡然无存。这正是荀子强调的，人性有趋利避害的本能，需通过后天学习和规则约束，才能养成善良品德与良好行为习惯，即化性其为。这观点贴合生活实际，小孩子生下来会抢玩具、哭闹索求，并非本性恶劣，而是本能反应。正是在父母教育、学校教导下，他们才逐渐学会分享，懂得礼貌，明辨是非。荀子的劝学篇专门阐释学习的重要性，学不可以这句名言，点明学习是终身之事。他用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立则立，比喻人需通过学习完善自我，用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，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，强调积累的重要性。这些至今仍是我们学习工作的座右铭。而荀子所倡导的学习，绝非单纯读书识字，核心是学以致用。他认为学习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圣人，既要有知识、有品德，更要能治国惠民。因此他重视实践，主张知行合一，学到的道理必须用到生活中，否则便是死读书。除了性恶论与劝学，礼法并施是荀子另一重要思想。此前儒家重礼，靠道德教化治国，法家重法，靠严刑峻法约束百姓。荀子则主张二者结合，礼是行为准则，通过教育引导人自觉遵守；法是惩戒标尺，威慑作恶者。无礼则社会缺乏道德底线，无法则秩序无从保障，唯有二者并行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这一思想后来被其学生李斯、韩非继承发展，成为秦朝统一6国后的重要治国理念。说到李斯与韩非，二人都是荀子的得意门生。韩非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，韩非子成为法家经典。李斯官至秦朝丞相，助力秦始皇制定统一文字、度量衡等重要政策。尽管二人最终走向法家，但思想根源皆源自荀子的礼法并施。也正因荀子思想兼具儒家核心与法家元素，显得较为驳杂。他在儒家学派内部长期被边缘化。孟子被尊为亚圣，与孔子并称孔孟，而荀子却难获同等地位。甚至有人认为其性恶论过于消极，不符合儒家向善主流。但事实上，荀子的思想充满积极内核，他坚信人性可通过后天努力改变，人人皆有成为圣人的可能，这本身就是乐观的态度。他强调规则与学习的重要性，实则是在告诉我们，人生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无论天生有何种本能欲望，只要坚持学习，遵守规则，不断修炼，就能成为更好的人。荀子还极具务实精神，不空谈理论，专注解决现实问题。他提出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，指出大自然的运行有其固有规律，不因明君或暴君而改变，提醒我们要尊重客观规律，不可凭主观意志行事。同时他强调知天命而用之，主张人类可认识利用规律造福自身。这种尊重规律有积极作为的思想，在当下仍具重要现实意义。如今我们在工作中既要遵守行业规则、公司制度，又要通过学习提升能力；在生活中既要尊重他人、恪守公德，又要懂得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。这些都是荀子礼法并施、学以致用思想的现代体现。遗憾的是，荀子的思想长期未获足够重视，直到近代，人们才发现其中蕴含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思维萌芽，其对中国古代哲学、政治、教育等领域的深远影响逐渐被认可。比如性恶论为教育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，礼法并施则成为后世不少朝代儒表法力、治国策略的思想源头。如今回望，荀子的思想满是生活智慧，人生来有欲望并不可耻，
关键是学会控制。学习是终身事业，唯有积累方能进步。做人需品德与规则相辅相成，治国要道德与法律双管齐下。作为全球华人，无论身处何地，我们都深受中华文化滋养。荀子的智慧如同待挖掘的宝藏，不仅能帮助我们认清自我、提升自我，更能指导我们应对生活工作中的各类问题。遭遇挫折时，想起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，便懂坚持的意义；面临诱惑时，秉持化性其为，便会坚守底线；遇到难题时，见行知天命而用之，便会积极寻找解法。荀子一生追求真理，传播智慧，不盲从权威，敢提己见，注重实践，强调实用，其思想跨越千年，仍具生命力。作为新时代华人，我们应重新认识荀子，传承其智慧，让古老的中华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活力。说到底，荀子的故事与思想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智慧从不是虚无空谈，而是能指导生活的实用法则。它与天赋、出身无关，只关乎我们是否愿意学习、坚持、完善自我。愿我们都能从荀子的智慧中汲取力量，在人生道路上稳步前行，既成就更好的自己，也为传承、弘扬中华文化添砖加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